有请节目主持人赵传。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室》，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寇乃馨寇老师，欢迎寇老师。大家好。索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陆老师，欢迎。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老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了解一下这一对，各位请看。我和他结婚3年多了，因为生孩子的原因，我辞掉了工作，全职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已经受了很多委屈了，而且他还天天跟我吵架。我俩每次吵架都是他引起的，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大，我够容忍他的了。我天天在家受他的气受够了，我现在就想出去工作，但他特别自私，非得不让我去。现在孩子14个月了，不能没人照顾，我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他多分点家务事，这不挺好的吗？他对我的关心理解太少了，这种受累不讨好的日子我真的过够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董先生28岁，来自安徽个体；女嘉宾曹女士24岁，来自吉林待业。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当时怎么认识的？那么大老远的呀？当初我们2个都在天津上班嘛。哦，在我们天津上班。对，然后厂子离得近啊。那个时候刚流行智能手机，然后通过摇一摇认识的。哦呀，摇出来的。然后谈了多久恋爱啊？谈了，整体来说是1年之后结的婚。哦，孩子都好吧？挺好的。什么时候开始不工作的？生之前3个月我就完全在家待产，合着现在我在家有1年半了。哦。一直你带孩子啊？对，我一个人。没人帮你？没有人。厉害呀！可以啊。怎么了？人现在要求去工作，怎么不行呢？不行啊，他要出去工作，谁带孩子啊？平常我一个人，然后挣钱，我是做那个化妆品生意的，就是卖面膜的。然后平常我在家卖点面膜，然后抽出剩余的时间呢，我就在外面跑那个滴滴。哦，你2份工啊？对，所以我特别忙。他要是出去工作了，我们家的孩子就没人带了。对呀，那这孩子怎么办呢？我们就因为这个事儿经常的吵架啊。开始吵架，我觉得正常，对不对？夫妻没有不吵架的。是。但是后来就达到冷战了啊。我现在是想的什么呢？我把孩子交给他妈妈帮我带一下。哦。因为他妈妈帮他弟弟也在带孩子。哦。一个也是带，2个也是带。你说你顺便就帮我带一下，你放心吗？不是，我没办法，我放心。我妈妈都那么大年纪了，你还让她带2个孩子，她能受得了吗？真的，主持人，他每次都这样说，弄得跟我多不孝顺似的。我没办法啊，我特别想出去工作，为什么呢？就头一段时间，我一个小姐们儿，然后卖那个减肥的产品。就她那小姐们儿根本不靠谱，我告诉你，一会儿卖这个，一会儿卖那个。卖减肥产品，我想着我生完孩子是不是身材也走样了，我自己吃点，然后我也再卖一点，然后挣点钱贴补家用。5000块钱，死活就不给我，打了1个月，愣是没给我。最后不给你了吗？5000块钱是不是给你了？你弄的那些产品你卖了吗？我没卖，我可以自己吃，吃完我瘦我也漂亮啊。你自己吃，那现在还在家放着，你怎么不吃呢？你就吃了那产品又不说一点效果都没有，我也瘦了10多斤，是不是？然后从这之后，我跟你说，主持人，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通通给我换密码。1个月给你1000块钱生活费，还得交物业费、水电，在家孩子吃水果，生活费到我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我想买个衣服、化妆品，我这跟他要钱，他高兴给我，不高兴他不给我。我不都给你钱了吗？我是不是给你钱了吧？但是你买那些乱七八糟又是什么水光针，又是美容仪的，你买那个有用吗？说美容仪的事儿，我也挺生气的，真的。有一回，我一个小姐们就出去旅游，说你要不要就是也带一个什么？你说我那边也让人家买了，我不能不给人钱吧？是。然后对你给人钱，你不能拿我的钱吧？你跟我说了吗？你偷着不就把我钱给拿走了？主持人他说这话那是我留着上货的钱，我搁抽里，等我去上货的时候，这钱就没了。
你看，在就没了家2000块钱，你知道吗他这样说，？我心里特别不舒坦。在台上说的还好听点，在家说我偷他钱了，真主持人我特别寒心，真的。我为什么要出去工作呢？你看我现在在家什么地位？你看我是什么地位？花2000块钱愣是成我偷他钱了。经济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你也能看出来我挺焦虑的，你能看出来吗？我在家我脾气特别暴躁啊以前我不是这样的，真的主持人，以前我也挺味儿，但最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发邪火，您知道吗？对对对，你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你告诉我。啊，就有一次嘛，孩子不是生病嘛，啊，上吐下泻的，我这边擦完兔子，那边又拉了，他也在那给我打下手，但一直就像不耐烦的那种，你知道吗？你说孩子是我自己的嘛，弄你还不耐烦，我不是然后你心疼孩子，我也心疼孩子，我哪儿不耐烦了？然后再说了，我给你帮完忙，你反过来又说我又骂我的，我能不生气吗？我是骂他了，我是骂他了。哦，当时你骂他了啊，我啊？骂他了。啊，啊，我给你帮忙了，又不是没给你帮忙。行，给谁帮忙啊？你看那谁孩子呀？他总是这样，是我自己的给我帮谁孩子？是我谁给那你怎么叫帮忙呀呢？别说这谁话。真主谁给我帮忙对呀？对，接着说。我给谁帮的忙啊？对不对呀？啊，但是你问来，他怎么做的呀？孩子生病呢，摔门就走。我能不走吗？我抱着孩子正哄呢，人家急眼了，跟我干仗。最可恨的是把那辣椒酱都弄到我眼里，疼死我了都。他抱着娃，你在他眼睛里抹辣椒酱，你可以不是抹辣椒酱，是他一急眼拿起那辣椒酱，那碗直接就飞过来了。你看他孩子还在你怀里。对啊，我这么一挡，直接就飞到眼睛里了吗？不是他总这样，你知道？上次那事儿，你看他就在家里可你想能抬杠我当时了。捂着眼睛就奔医院去了。上次那事儿我还没说完呢，只有你跑这儿了。主持人，你知道上次吗？就孩子生病那次，这不是就孩子生病这次吗？不是，这是另外一次啊你看啊天那么冷，孩子生病我弄不了啊，啊我就给孩子穿衣服，想着出去找他。最后在哪儿找着他？网吧。我找你，我也求你，我说你看孩子生病了啊，是我做的不对，人没回来，人就跟没听见一样，就在那儿玩游戏啥的。我哄你，你不回来我就走吧，回家吧，是不是？回家了，我想着一会儿消气儿就回来，一夜没回来。不是孩子生病，为什么你去网吧呀？我一回家他都跟我发火，那我没地儿待，我只有上网吧待着。我不可能说回家，我一回家跟他吵架，那有意义吗？我躲着点还不行吗？你说到辣椒酱那次怎么回事，你知道吗？我理解他忙，每天都在忙，我也在看在眼里。每天跑车回来，我知道他累，洗脚水端好，袜子脱了泡泡，累一天了是吗？挺好。饭菜端好，换着样的，变着法儿的做。你对人好是好，但是你啊，对人好就可以发脾气啊？不行。对呀，所以说嘛。然后那次你知道吗？孩子不是闹嘛，一下午了，人老先生就在那玩手机。哎呀，真的主持人，我哄的已经特别不耐烦了。然后我就想着搂着孩子睡一会儿哈，挺累的。等我一睁眼，就是朦胧那阶段，一睁眼孩子在床边要下去，我下意识我也是不耐烦了。这一下午我就照孩子屁股就2下，他可好，摔了鼠标进屋指着我鼻子就骂我。他骂我能高兴吗？然后紧接着我就给他学辣椒酱，然后进他眼里了。进眼里我也知道我做错了呀。我想着用不用给你冲洗一洗什么的，我给你道歉总行了吧？确实是。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把我推坐地上就走了。那就是你给我弄的，等你要再管我，我就辣死了，你知道吗？又是一夜没回来，这都2次没回家了。经常的，就这半年，一吵架。听明白了啊？我帮你做主啊。你出去工作，你挣奶粉钱，他的钱，他跟你换岗，行不行？行，我同意，但是他不同意。你同意啊？我同意啊。你能挣来那个养家的糊口的钱吗？可以，没问题。就一定要出去打工了。对。娃也不要了，给他奶奶带呗，人家给他弟弟，就是给他2儿子都能带，凭什么给我们带不了？所以我就问下面的问题，就是我特别想问的，为什么给弟弟带不给你带呢？因为吧，我弟弟他们家孩子先出生的，比我们家稍微大一点，我妈出生呢就给带了一段时间。这是我弟在这开了个蛋糕店，店里特别忙，2口子啊，所以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妈才给帮忙带着点。你看，就是一直僵着。然后有一次，我就想着，你看我跟他说不了，是不是能跟我婆婆沟通沟通啊？然后我就去找我婆婆去了。我说妈，你看你给我弟带孩子也带哈，然后你能不能帮我也带？哎呀，不行，我带不了，我不好受。反正你一句我一句，然后就哭了，哭了就给他儿子打电话。打完电话，他儿子没一会儿就回来了，就跟我一顿吵。我妈那么大年纪了，你去你那是怎么跟他说话呢？你好好跟他说话了吗？我们也不好好跟他说话呀。我就是说，你怎么能给我弟弟带呀？你是不是重男轻女啊？我就说这，他就哭了。
啊，我就特别委屈。那你知道吗想怎么着啊？今天来这儿？我今天就想着什么呢？完全可以我出去挣钱呀，我不是没有这个意愿，我经济完全可以独立。是，就僵在孩子这儿了，经常吵架，就跟我冷战，就不理我。我烦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当妈妈，理解。就再说，就有的观众朋友就是当妈妈都可以理解我，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真就自己哭一包，恨不得你知道吗？我跟他不图别的，我就想着。在我累的时候，谁能帮帮我呀？明白了，我也可以挣钱呀，我凭什么受你气？就是说，至少你态度对我好点，对吧？对，太不关心我，端正态度，对不对？一吵架就走，还一夜都不回来，经常的这样。啊，我问你个问题啊，你有多久没抱过你老婆？半年了吧？啊，半年了。能不委屈吗？是他这半年他都没给我过好脸，你说我怎么能抱他？那你也得抱他呀。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我闹的时候，我抱着孩子，你抱着我，行了，咱都会过去的，是吧？咱会好的。他不这样。听见这话了吗？听见这话了吗？我抱着孩子，你抱着我，就是要个抱抱。我不是说也是为了这个家庭好吗？是。我每天早上6点半就起来啊，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回来。不容易。对啊，其实听明白了，挺不容易的。夫妻2个人，一个人打工，一个人做全职的家庭主妇，真的不容易。我知道人累的时候情绪会有变化，我要老师给分析分析，这应该怎么办啊？好不好？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董先生，我先问你个事儿，你去那个网吧，那时候不担心孩子吗？你在气头上，你还能担心孩子吗？不是。那你这气头大概要气多久呀？因为听说你们一冷战呢，1个月都可以不说话，是家常便饭是吗？对，经常这样。这完全没夸张吗？真的没有，1个月都不讲话的呀？对呀，我跟他说什么话呢？有什么可说呢？一说话他就是急眼，你急眼我也急眼，对吧？他就这。你累，你想你带孩子累，我挣钱一样啊，我也累啊，并不是说我不累啊。你觉得你们家2个人谁应该是一家之主？那肯定是我呀。肯定是你啊。那你觉得一家之主有哪些事儿要干？挣钱啊，养家呀。我直说，我觉得你这个一家之主做挺失败的。夫妻感情常常不好，婆媳关系会吵架，你妈妈会哭着跟你告状，母女关系也不咋地，小孩哭或者是生病的时候手忙脚乱，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你给自己这个一家之主的成绩打几分呢？50分。另外这50分是因为你还有挣钱，还有养家，起码把家给养好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让我告诉你，怎么样拿到这另外50分？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逃避，一吵架就避不见面，一吵架就冷战。你说我都生气了，我管得了小孩吗？我都生气了，我管得了老婆吗？哎呀，你管不了就不叫一家之主哦。你再生气都要处理状况，你不管事情就会更糟。你一次离开现场，你回来就变本加厉的糟。所以我劝你，当下的问题当下解决。男人担起男人该做的责任，女人担起女人该做的责任。我认为你并不是多么想出去赚钱，你只是要争一口气。对。其实你就算出去工作，事情也不会变得更好，除非你们家人的沟通方式改变。你丢辣椒酱的时候，没想到会丢到他手上的孩子吗？你们吵架的时候，小孩就在现场，你们都没有在顾及他安危。你一心一意把他当个包袱，觉得婆婆能看就婆婆看，老公能看老公看，但都别来烦我。这不是个妈妈该说的话。我知道你辛苦，但是也许你再辛苦一点点，再多一点沟通的智慧，事情就会开始往好的方向转。祝福。其实你们的最大的问题都在你的情绪问题上面。你知道他情绪坏在哪儿吗？我不知道。他害怕，满满的害怕，没有头，不知道未来怎么办，不知道谁能帮他，不知道谁能懂他。如果是你一个人在家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有一个人动不动给你摆脸色，不给你钱用，你还得不断的照顾孩子，孤立无援，你害怕吗？凭什么你说我哄不好？不管了。你哄不好，你很得意吗？你哄不好是你没做好一个爸爸。
你把所有的和这个孩子有关的工作都丢给了他，你明明有抚慰他情绪的能力，但是你没有去做。说男人扛起生活的担子，说生活担子什么？就是赚钱养家，错了。男人扛起生活担子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当一个家庭变得无奈的时候，做出让步的那个人应该是男人。我把无奈的那一部分扛在我肩膀上，而不是丢在老婆身上，这就是你的责任。我很理解你，因为我儿子17个月，大你们家宝宝3个月，所以你的内心的这种过程我深有体会。刚才你在全场的过程当中非常努力的在表达，我就得说，我得赶紧抢着时间说，为什么？憋的，在家里14个月，就对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宝宝。女人在生完孩子第6周的时候，开始有一些产后抑郁的表现，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我在生之前，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跟你说啊，我生完以后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哦，脾气会非常暴躁。我说你到时候自己注意点啊。所以他们对我很呵护，我很快的就结束了这样的状态。但显然你没有做到。第一，精神上的冷暴力，1个月不说话，你要憋死他。孩子生病了，多无助的时刻，你不跟我在一起，你跑到网吧去，我到处找你，想什么呢？经济暴力，我刚才听得特别的清楚，你站在那儿说，他拿了我的钱。什么叫你的钱？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没有他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给你洗衣做饭打洗脚水，你怎么能够去外面赚钱呢？所以所有的经济都是大家一起的，尽管可能钱确实是你带回来的，但是有我的一份。你知道一个女人张嘴问人家要钱多难吗？那失去的仅仅是经济吗？还有自我、自信和自尊。我不否认你是一个好男人，其实你挺顾家的，只是你没有在这样的时刻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关怀。当然，自我也得调节，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控制这种暴躁的情绪，不能打孩子，更不能摔他，他也挺累的，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更好吗？对。所以就你们现在这个一定要出去工作的这件事情，我给一点点建议。他现在不是要钱费劲吗？你请他嘛，24小时全职妈妈非常辛苦，你付一点工资给他。当然，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我认为在家庭当中，暂时没有经济来源的那一位，应该有更大的决定权来决定家庭财富的分配。在他不赚钱的时候，我认为他应该管钱，他会更加的珍惜，他觉得有安全感。我觉得你自己也要调整，好吗？不哭啦，孩子那么小。我感觉你们说的都对，都对哈，都对就听，好吗？好，好好过日子，祝福你们，谢谢。在家庭生活当中，最容易看到的是金钱的付出，最难看到的是体力的付出，还有操心操力。你肯定在心里不止一次的想过，在家里带孩子有多难。你至少在家里风吹不到，雨打不到，你更不用担心生存的压力，也不用在外面受别人的冷眼。你这样想过没有？当然你也在想，你可是不知道带孩子有多苦。就像刚才左岩所说的，独自面对孩子，一个没有交流感的人，不像你一样在外面至少还有一个环境，让你感觉到你并不孤独。钱钟书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说天底下就分2种人，就好像一把葡萄放在手里，有一种人是先挑好的吃，按道理来说这种人应该乐观，因为他吃到的每一粒葡萄都是剩下里面最好的。第2种人是先挑坏的吃，这种人应该非常悲观，因为他吃到的每一粒葡萄都是剩下里面最坏的。
但其实过日子不是这样，过日子是反过来的。吃最好的葡萄的那个人，剩下的只有回忆；吃最差的葡萄开始的人，留下的全是希望。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你们很幸福，两口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孩子，你的生意也还算可以，两人又都相爱着。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们这不过是幸福的小烦恼。你们就像那个从最差的葡萄开始吃起的人，先苦后甜嘛。如果还有希望在前面，那就彼此来想办法解决这些事儿。你要是觉得他真的带孩子容易，你就尝试一下，2天下来你就知道他有多难了嘛。他要是想干工作，你让他去做2天面膜嘛，尝试下来就好了嘛。大家都知道对方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疼人了嘛。生活还有希望，一定会先苦后甜。左老师有一个意见是特别对的，也特别可行。从今天开始，把所有的收入全部交给老婆管，做得到吗？他只要不再买乱七八糟的，不我一定会交给他。你让他管，充分信任，做得到吗？你看，答应了。平常娃能不能带出去溜溜啊？找一群妈妈多的地方带娃去溜吗？也跟人交流了，娃也好，省得一个人孤单。你得想办法让自己的日子乐呵起来。你们俩都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你们竖起大拇哥来，因为有多少的年轻父母是这样自己带孩子的？太少了，责任都推给了上一辈。你们这个做法其实是我们提倡的，只是这个阶段相对难一些，咱们再坚持一下，还有1年多嘛，这孩子不就上幼儿园了吗？可以做到吗？可以。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听了老师们的话，我知道我也有做不对的地方，不应该一有啥事儿就摔门而走。以后我会改的，多在家陪陪你跟孩子。其实我不是说非得去上班，我就非得跟你讲这个劲儿。其实咱俩有的时候矛盾挺好解决的。我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发疯的时候，我抱着孩子，你抱着我，挺好的。其实我感觉，没有夫妻不吵架，但是你不能说1个月都不理我。就跟刚才老师说的，我没有人说话，只能跟你说话，真的确实是这样。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开门。哎，不好意思，还是得打断你们啊，一会儿再报，好不好？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来，这个送给你们，谢谢，祝你们幸福啊！一定要好好的，好吗？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师。来，请回，请回，请回。多好！来，了解下一对的情况吧，请看。我们俩在一起快2年了，我觉得在这段感情中，我付出特别多，放弃了很多东西，也做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回报。我也是为了我们2个人的以后在努力，我现在应该为了事业、学业去奋斗。我希望他能支持我。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我对他的好也变成了理所应当，现在居然还和前女友联系，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对他的心一直没变，那个女孩只是我高中的同学，我不想因为这些事和她分手，我们毕竟还是有感情的。他做任何事情都不考虑我，
我觉得他未来的规划里也没有我的影子，我现在看不到希望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超，22岁，来自山西学生；女嘉宾小宁，24岁，来自河北酒店迎宾。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在哪儿认识的呀？一个河北，一个山西的，怎么认识的？我那个之前跟男朋友就是刚分手，就是那段时间心情不好。然后就是我打算说来天津这块散散心，后来那会儿赶上半道上肚子疼，然后正好给他碰见了，就那天兜里装着药，然后就给了我2片，照顾了我一会儿。你兜里还装着治肚子疼的药？对，因为那几天正好我也是胃比较难受嘛，然后包里就正好有药。哦，就这么好上了？对。你在天津是读书是吧？对，是啊。后来呢？我当时挺谢谢他的，然后就是走的时候，我给他留了那个联系方式，我说以后你来那个河北玩，我请你吃饭。过了几天，他都真来了。我当时就是那么客气一下，真是只是客气一句嘴边的话，然后结果他都真来了。不是，以后大家别随便客气了。这个，你咋就去了呢？我就觉得这次相遇是我们2个人的缘分嘛。哦，你是喜欢这姑娘了？对，而且当时觉得她人长得挺漂亮，也是我喜欢的类型，就想让她做我女朋友。就追到河北去了。对。当时我还挺惊讶的。然后没办法，我话说出去了都。然后后来就我们一块吃了顿饭，完事儿走了之后，没过几天就又来了，而且就来的特别频繁，隔几天来一次，隔几天来一次。我当时心里想，我说这人怎么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就这样粘上我了？不能这么说啊。后来突然有一天，就是那个他跟我说，他说我喜欢你，你当我女朋友吧。我当时一方面感觉惊讶。另一方面就是说，我那会儿刚跟男朋友分手，然后也没那份心情，再加上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后来我那会儿拒绝了。但是他特别坚持，就追了我大概1年多，一有他放假的时间就过来找我，一有放假时间过来找我，就对我嘘寒问暖的。然后就是他是个学生，本身钱儿不是特别多，但他省吃俭用把这些钱给攒下来，就是给我买一些小礼物。我不是说东西值多少钱，但是我感觉有这份心，我挺感动的，不容易。而且就是跟男朋友分手这段时间，也是他陪着我走过来的，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也是真心的，就是所以我想就是给他一个机会。然后我说，如果咱俩谈对象的话，就是奔着结婚的方向去谈。他当时同意了，所以我才答应跟他在一块儿的。然后呢？然后我为了他，就是把老家那边工作给辞了，我来天津这边上班。他陪读是吧？对，我父母当时还不同意呢，不愿意让我来。然后我都来了以后我在这边上的班，就是说希望俩人以后离得近了，能经常见面。不只是平常他照顾我，我也会对他就是说买一些吃的、用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就是互相照顾了，是这意思吧？对。然后有的时候他手头紧了，我还给他钱花。我既然跟他好了，我就一心一意的对他好。但是我感觉，当我毫无保留的去付出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就慢慢的就对我就感觉特别冷淡，不在乎。去年年初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他说他要去考研，去上海那边读研究生。我当时心里边就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当时跟我说的那态度、那语气根本不是跟我商量，你知道吗？就人家在下通知，我告诉你一声，我要去考研，我要去上海读研究生了。就这种样。是这样吗？我当时也是跟他说了一声嘛。首先我就觉得考研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是。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他肯定也会支持我。那你考上之后怎么办呢？我就打算先在上海就是发展个2、3年嘛。然后他呢？然后就等一切稳定下来以后再接他过去嘛。考上了吗？后来？没有。没考上。就是他自打决定说考研之后，就态度就对我就转变的特别大。他之前追我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嘘寒问暖，随叫随到。现在呢，前一段时间我发烧，就难受的我不行，躺一天1口水都没有喝，给他打电话就关机，还关机。后来那天我爸给我打电话，听着我声音不对劲儿，他跟我说，他说你今天没上班啊？我说那个有点发烧啊，今天休了1天。
他说闺女，要不然你就回来吧，家里边什么都有，也不缺。哦。然后给我爸挂了电话，当时我就挺难受的。我趴在床上哭了半天，然后给他打电话，就还是关机，还是关机。我当时我就在想，我找这个男朋友干嘛呀？我烧死了，他可能都不知道。不会，干嘛去了，小子？就当时不是准备考研吗？每天早上7、8点就要去图书馆，一直看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宿舍。然后就正好他发烧那天，手机没有电，充电器也没有带。回宿舍的时候看到他消息，就立马给他回了过去嘛，也不是不在乎他。去看他了吗？也没有去看他。为什么没去看他呢？因为当时就是时间也比较紧，还是准备考试之类的。反正我就感觉他不在乎我了，他跟以前真的不一样啊。我当时就是因为他对我好，我才跟他在一起的。是，明白。后来就是说年底这会儿，他那个考研结束了，他跟我说，他说估计成绩可能不太好。当时我还安慰他，我说那个去不了就去不了吧。你同学不打算说毕了业以后创业吗？你不行你就毕了业以后跟他一块儿创业。我手头这边有点积蓄，我给你出点钱，你再找你爸妈要点啊。但是他跟他爸妈就是家里人说的时候，家里人不同意。家里人说你那个考不上，你毕了业你就回老家吧。我这边还忙着说要帮他去创业呢，人家这边二话不说，人听他妈的，他妈让他回家，人要回家了。他要回山西老家了。对了。爸妈就是在老家也帮我找了一份还可以的工作我就是想回去先工作个3、5年就等那些工作什么的都稳定下来，经济也独立了，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去嘛。那这3、5年他在哪儿生活呀？他陪我一块儿去嘛，我是想让他你是邀请他跟你一起回山西老家？我为什么要陪你一块儿去？我当时都放弃老家的工作，我跟着你来了天津。我来了天津，你告诉我你要去上海，现在你又告诉我你要回老家，我就一直在陪着你转，是吧？你回答一下。我还是想让他就是陪着我回山西老家发展嘛。回山西，不回啊？别置气。我不是说不回，我只是说什么，我感觉他现在对我这个态度，我对他付出了这么多，在他心里边就连个位置都没有，我跟他回去有什么用？就是女生觉得伤心了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要跟他回去对吧？而且我感觉他现在就是想回老家找他前女友，因为我最近发现他就是说跟一个女孩聊天特别频繁。后来我看一下那聊天记录，人家跟那女孩说啥，就是说他对他前女友说我脾气不好，老翻他手机，就有点烦我，最近都不怎么搭理我。人家说马上要回老家那边工作了，然后说有的时候还挺怀念上学的时候的。那个女生根本就不是我的前女友，她是我高中时候的同桌嘛。高中同桌，我们接触也比较多，也一起经历了高考，所以关系就比较好。我之前也对她有点好感，但是就是高考之后才跟她说的嘛。她说她也喜欢我，但是因为大学就没有在一起读，根本就没有在一起，所以算不上什么前女友。这个你心里还有这个姑娘吗？有。还喜欢他？你跟他联系，在他面前说我的不好，你让我脸往哪儿放？我把我老家的工作给辞了，陪了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在他面前对我就是这样一个评价。就是之前。然后你明明知道我跟我前男友就是因为前女友这事分的手，你现在还要来这样。现在问题出现了一方是为你付出了很多的女朋友。一边呢是你爸妈在山西给你找好了工作，你更倾向于哪个呢？我觉得还是想回老家发展嘛。还是回老家发展。那他怎么办呢？他非要跟我分手嘛，但是我不想跟他分，我还是希望他能跟我回去。我不是说介意他去哪儿，我是介意他现在对我的这个态度。他当时就一穷学生，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是图他对我好，我才跟他在一块儿的。现在我落了个什么呀？我要老师给分析分析，这应该怎么办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小超，心里还有他是吧？对，还有，毕竟也在一起也这么多年了，
感情肯定还是有的嘛。如果你坚持要回老家，他就要跟你分手，你怎么选啊？我觉得就在我这个年纪，肯定还是事业和学业比较重要嘛。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介意你要留在老家吧。他觉得对你们的关系没有安全感，因为你让他觉得他开始不重要了。至于女孩呢，你在乎的是态度，对吧？如果他仍然把你看得很重要，其实你是愿意跟着他的，对吧？但是如果他看你不重要，或是不珍惜你，你觉得自己不值了，对吧？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态，但我也要跟你讲一个真心话：付出这件事情不是要求对价关系的，不是我为你舍了什么，我为你离乡背井，我对你好，你就非得要还给我。感情不是一笔账，不要一边付出一边记账。如果对方没有等量的回报我，我就生气怨愤，把自己搞得好可怜。你觉得他不珍惜你，他还觉得你不珍惜他呢，他觉得你就不支持他的梦想，不挺他的人生，那你说谁有道理？所以说穿了，想想自己要什么，不要因为你的付出就觉得你亏了。能理智的听我说几句话吗？我觉得吧，他没变，你变了。我哪儿变了？哎，你看，解释给你听。你们的变化在于什么地方？在很多年前，你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去陪他，现在当他再一次提出去山西，你拒绝了。你和当初几年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对于他来说，他心里可委屈了。他觉得，你看你当初不也是你过来吗？现在我也只不过是让你过去呢，是吗？我当初之所以为他做这个选择，就是因为他对我好，我过来的。等一下，我没有说你错，我只是说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不同选择就是变化。你们的冲突是什么冲突，你知道吗？你们的冲突是人生阶段的冲突。当初你那个人生阶段，我谈恋爱就行了。当初他什么人生阶段？大学嘛，除了读书就谈恋爱呀，你们当然是很好啊。现在呢，你要的是婚姻，你要的是将来，而且是两个人的将来。你要的不同了，你的人生阶段发生了变化，但是他没跟着你变，没有变不是好事情，没有成长。老师，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在朋友圈里边看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图什么？千万不要图一个男人对你好，千万不能图他对你好。就我觉得你可以重新筛选一下自己的朋友圈了。对，就你这个价值观是错的。为什么？就很简单，我们当然图一个男人对自己好啊。你不能因为这个男人现在没有给你想要的好，就否定他以前对你的好，然后从而否定所有男人对你的好。那么如果下一个想要结婚的人他对你好的，你也否定他吗？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就否定应该会来的成功，这是错误的价值观。感恩过去，感谢过去，和一个曾经给你带来快乐但现在没有办法陪你走下去的人说再见。那些东西不是白费的，虽然花了几年心血在这里面，但是我也获得了曾经的快乐，而且我学会了什么样的人才是我将来要选的那个人，这都是生活教你的道理。好，谢谢陆琪老师。女孩一直在哭哈，我知道你今天其实是带着2个问题来到现场的。她追了我1年多，我为她付出了一切，放下了那么多，走到她身边，现在她这样对我，凭什么？第二，为什么？第一，凭什么？我跟你讲，孩子，爱情当中没有那么多凭什么，一定是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会付出的多，没什么公平，这就是情感。我来解决第2个问题，为什么？因为自私。在你们2个人的情感过程当中，你的自私略多。因为你不同的时间，你要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你追他的时候，我要爱情，我在这个时间我要一个女朋友，
所以你对他特别好。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工作，所以要回到父母身边，要回老家。但你考虑过他吗？他有很认真的、特别正式的邀请你吗？跟我回老家去生活，我会许你一个未来。他只是说那个他爸妈让他回老家，然后不是不愿意嘛，就是他那个态度不好，然后说不愿意跟着他过去。后来就说等我奋斗几年，有一个好的前程了，好的工作了，再跟你在一起。所以这几年里没有你。对。所以他没有正式的对你发出过邀请，他甚至没有非常认真的想要把你带到今后的生活当中。所以等一下你自己怎么选，我觉得你应该比较清楚。还有就是，我不喜欢你一直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气氛当中。我其实很欣赏你，为了爱情追逐到他所在的城市。我希望你一如既往的勇敢，为下一份属于你自己的真正的缘分，好吗？祝福你能，谢谢。就这个场景，在生活当中好多次看见。一个捶胸顿足、恨天尤地的女人，我怎么老碰上白眼狼啊？我怎么老碰上这样的男人？偏偏是我呢？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所以你是在哭自己的命运，你不是在哭彼此之间的情感。让我们再翻过头来听听你最初上来说了些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你心里的变化。你开始是这样说的：我邀请他到河北来。他居然来了，还老来，我不过是客气一下，跟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多有优越感，但是在你哭泣自己的命运的时候，你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多么没有价值的女人。为什么前后反差会这么大？一会儿这么优越，就别人捧着你，你就觉得自己很优越。你看他追我，别人只是说我要回老家，你就马上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因为你把自己所有的价值都放在别人对你的互动上。别人对我好，我就是有价值的；别人稍但要是对我有一点点不好，我就是没有价值的。你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其实你并不爱他，你只是图他的老实。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在描述过去的美好的时候，你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你把它称之为狗皮膏药。但事实上，你跟他在一起没有美好吗？也有。所以，3点：自己做的选择，什么后果自己吞下去，不要恨别人。第二，一段感情失败未必代表整个感情过程当中都是不堪。第三，自己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你我就不说什么了，你自己平衡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这些年这个女人对你怎么样？好，愿意为她奉献就留下来。如果自己觉得这份感情不足以让你为她妥协，那么就说声对不起，离开，好吗？就这样。这个感情里面既有现实又有浪漫。其实我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浪漫那一部分。一个傻小子，没谈过恋爱。所以，当他在街上帮助了一个女孩之后，觉得这女孩还是漂亮的，他的那个爱情的种子被燃了起来。可是这个时候，他碰到的这个女孩刚刚失恋，一个男人长达1年的无微不至、细致的关怀，是不是打动了你？这个臭小子其实挺爱你的，他不在乎你的，只是在这2年当中的1、2件事，他更多的还是在乎你。所以，感谢这段感情吧。都挺美好的，你是在大学里面，人生第一次这么浪漫，你是为了这段爱情付出了人生的第一次勇气，什么时候想过离开过父母，自己就把工作辞了就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段感情特别美好。而最后，当现实照进这段浪漫的爱情的时候，现实其实也挺美好的，但是你要想拿到现实的美好，需要智慧，不要怨天，不要尤人。来，揭晓，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的心里其实一直还是有你的，而且我高中那个同桌，我跟他也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以后也不可能。
就我希望我们就还能继续走下去。其实我一直什么都不图，就图你对我好。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你让我怎么说呢？好了，时间到了，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请关门，请开门。祝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女朋友恋爱2年了，她为了我来到我这边工作，可是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容易生气。现在她没有工作了，这段时间她心情也不好，她想回去了。我现在很纠结，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回去呢？爱情是融入生活，而不是占据生活。女朋友自己的人生应该由她自己去选择，所以让她自己去做抉择吧。祝你幸福。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